01，周生若上映后，出演沉香如片小艺再次惊艳全场。杨紫、程毅主演的仙侠装秀《沉香如出一辙》，至今还在刷新。这部剧从被写到现在热播第一，可以说是有高有低，比吴磊和赵露思的《璀璨星辰》还要出名。从剧情来看，沉香如片无疑是一个片流行语，神仙不能失恋，冠军悲痛欲绝，男主角感叹追求自己的另一半火葬场等等，这些是人群可以预期的旧时间表。不过有一条评论，鉴于主要艺人是杨紫和程毅，所以观众可以看。尤其是杨紫，她把可爱、无愧、不爱的颜丹破译得一清二楚，让入戏的观众爱不释手。无论如何，和杨紫相比，沉香如碎花中让人惊艳的多是饰演小燕丹的小明星小姐姐刘琪琪。对于杨紫，大家都对她的颜值和演技有一定的把握，她能无限解读颜丹的可爱和直率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不过小燕丹的投影真的很吸引人，她那灵动的气质就像杨紫一样，自从她成为了杨紫，众人便没有丝毫的违和感。更重要的是，感觉萧颜丹高贵清朗，化为人形后不为权势，在君主面前保护妹妹。眼下颜丹还是个小姑娘，而艺人刘琪琪也不过是个14岁的小姑娘，平时身上显露的精力旺盛，让萧颜丹更加生动，让观众更多地观察节目。自从演了《勇敢的女人的青春》，刘琪琪的小燕丹也好久没露面了，但就是这样一个出场工作，在短暂的露脸之后，同样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，这太令人惊讶了。在新时代的童星小姐姐中，刘琪琪的五官元素并不惊艳，但气质却可圈可点。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精致的脸庞，精湛的演技，让她的小燕丹有效地抓住了众人的眼球。本来是追杨紫的，但其实不得不承认，萧颜丹的存在很吸引人，让人觉得团长的投影是被架设的。刘琪琪和杨紫完全是独一无二的，却又都是那么的萌萌哒，可爱到让人移不开眼。奇怪的是，这并不是刘琪琪第一次惊艳众人。1年前，她出演合奏电视剧《仇生若》时，同样靠自己的照片圈粉，在人群中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。明明周生若是任嘉伦和白鹿主演的老庄作品，明明相爱的两人却无法在一起，不幸收场。作为艺人，白鹿和任嘉伦也因节目的普遍性而声名鹊起。出演沉香如渣和小燕丹的刘七七，在周生若中扮演了小时候白鹿饰演的崔十一，或者至少是小一。在她的少女时代，萧小姨在人群中的感觉与萧颜丹的傻傻直率不太一样，而是大家的礼貌和通情达理。小一的造型风格很有千金小姐的气质，那种细腻难懂的画面，过分的认真，让众人眼前一亮，顿时变成了粉丝。坦率地说，几乎没有人关注谁是年轻时出演了交通节目的角色，但刘琪琪的短暂时期却被人们所记住。不过，她又是杨幂《石湖夫人》中的小海城，极致轻盈的外观直接吸引了人群。很多人都说，这位小姐最后的下场很可惜。自从《石湖夫人》成名后，她在《丑生若》的展览之后，又出演了《沉香如碎花》，至今仍令人惊艳。这应该是真正的未来吧？一直以来，媒体都缺乏表演者，但像刘琪琪这样再次惊艳全场的明星小姐姐却相对较少。最感兴趣的只有赵今麦、张子枫和蒋依依。如此一来，刘七七长大后，说不定会变成下面的张子枫和赵今麦。我们也期待更年轻的姐姐，她有这样的灵魂，有超强的演技，从今往后可以为观众带来更多惊人的工作。02，普遍与流行的看法相反，沉香简直就是渣渣。颜丹大部分时间都失忆了，玉墨听到了她的基本情况，眼眶大多红了，几乎要哭出来了。沉香一般的幸福世界副本像面包屑一样，总归终于到了，故事的归宿基本在人间，剧情一般不会这么悲惨，还算有意义。颜丹小花镜的造型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或者说大部分人是这么认为的。
就是昨天2集的主角少了一点，但是剧情还是比较流畅的。本文本质上是西风影视的独家首发，严禁抄袭。颜丹大半被应远封印后，竟化作妖魔，大半落入凡间。实际上主要方式，他一到凡间就直接倒在了新婚夫妇的床上，真是意义非凡。燕丹也大半发现自己肯定忘记了过去的基本情况，这个懵懂的特别少的表情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意义重大。被贾鼎追杀的颜丹萌生了装成书生的念头，专门和江晨一起临时演出，其目的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普遍看法。事实证明，他不仅基本上可以写剧本，而且在主要方面的演唱水平也非常好。这位歌手江晨也是花精，基本上真身都是昙花一现，所以基本上帮了燕丹，或者他们普遍认为的颜丹基本上留在了剧团里，为他们写了几本很受欢迎的书，这其实也算是圆了他的梦想之一。一天，燕丹好心在野外吃鱼，被一名使用魔力的猎魔人发现，这点意义非凡。这个猎魔人果然是陈小海演的，多半是唐周的师傅唐江。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可惜那种好人一般都不会长寿，还真是惨遭凌霄派掌门特别大的封杀。为了彻底脱身，颜丹将申花发钗留在了头上，这钗特别落到了唐周的手里，意义重大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燕丹和应远爱情的一个很好的象征。为了帮助江晨脱离围攻，专门以特别重大的方式发现了颜丹的魔体。尤其是此时的他，并不确定自己真的是连神。他在剧团里的样子其实很可爱，隐隐约约的像是邻家女孩一般。江晨吩咐颜丹去华景室，颜丹也偷走了紫菱和他们的马匹。玉墨几乎是在这里遇到了颜丹，尤其出乎大家的意料。玉墨找到江晨的时候，燕丹基本上已经隐蔽地离开了。从江晨口中，玉墨大致得知颜丹多半没有记忆，不知道自己是个恶魔，也不知道如何疗伤。玉墨基本上是听燕丹的经历，他的眼珠子绝对是红了，几乎要掉眼泪了。事实上，颜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那么悲惨。进入那种凡间之后，他竟然遇到了一个心地善良，基本没有特别受苦的江晨。这里有一句台词让我想起了杨紫饰演的逍遥，他曾经多半说他一心一意无处可去，没有人多半依靠，这么残忍，还是他们最多部分认为。玉墨给了江晨那双奇怪的眼睛，其实可以在人命悬一线的时候救人，而且他基本上会在20年后以一种重大的方式来取回这东西。可惜江晨给了裴洛那双异样的目光之后，渐渐的不满了，最后为了追求长生之道，和江晨肯定还是走向了一个基本悲惨的结局。颜丹真真切切的来到华景族后，多半是为山主选美人，与世人的看法大相径庭。燕丹一心一意爱上了燕比丹，可以美化她的容颜。只要她吃了这个，她脸上的青涩就一定会消失，这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。紧接着燕丹小凯就来自弹奏快板，就听华景族的人拍手叫好。这样一来，颜丹绝对是靠天赋而不是面子成功入选的，这绝对意义重大。那我肯定又去库兰山见了玉墨，玉墨自然而然的含蓄的给了他这颗盐鼻丹，